有多少那种电影明星、顶尖运动员，甚至是中乐透的幸运儿，他们一夜暴富之后，结果呢，没几年就宣告破产了。选对理财工具，真的能让你的钱涨得更快。赚多少钱跟能不能留得住钱，这完全是两码子事。这就是整本书最核心的策略，真的就只有3个超级简单的步骤。第一步叫做先支付给你自己。我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明明工作超拼命的，薪水也比刚出社会的时候多了不少，可是每次一打开那个网络银行 App， 那个存款数字怎么好像永远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吗？连不400块美金，差不多就1万多块台币的紧急预备金，可能都拿不出来。很多人都会想说，要变有钱，那一定要先赚大钱啊哈，或者干脆中个乐透好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拿铁因子》，它要告诉我们一个超级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如果你不懂得怎么理财，就算你赚的再多，到头来你还是个月光族。那你准备好要来拆解这一套据说连星巴克老板都在用的隐形致富术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阿伦的书房，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伦。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彻底破解3个真的是会让你一直无法翻身的理财大迷思。首先，为什么赚更多钱，反而可能是个陷阱？再来，你每天喝的那杯咖啡，它的真实价值竟然可能高达100万美金。最后，为什么说编预算这个大家听到耳朵长茧的建议，其实是理财界最大的谎言？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个迷思，就是只要我赚得够多，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啦。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跟你说，书里面这个比喻真的是太贴切了。他说，收入是水，支出是船。你想想看哦，很多时候我们加薪了，结果是什么？我们只是让自己有能力把这艘消费之船开得更大，开得更快，而不是把那些财富之水给存起来。那结果呢？结果就是薪水涨了，生活开销也跟着水涨船高。你的财务状况说真的根本没有任何改善。书里面还举了一个我觉得最血淋淋的例子，你仔细想想看，有多少那种电影明星、顶尖运动员，甚至是中乐透的幸运儿，他们一夜暴富之后，结果呢，没几年就宣告破产了。这就完美的证明了一件事，赚多少钱跟能不能留得住钱，这完全是两码子事。所以关键根本就不在你的收入高低，而是在于你到底怎么花钱。好，接下来从头戏来了，让我们来揭开第2个迷思，这也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一杯价值100万美金的咖啡。这个问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对吧？就一杯咖啡而已嘛。但是一个看似这么无害的小习惯，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它对你财富的影响到底会有多惊人呢？好，我们现在就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OK， 你每天一杯4.5块美金的咖啡，那1周工作5天，这样是多少？22.5块美金。1年下来呢，光是喝咖啡就花掉了差不多1200块美金。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还好吧，对不对？但是真正神奇的地方来了，当我们把时间拉长到40年，然后再加上复利这个魔法咒语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结果会完全颠覆你的想象。没错，你真的没看错，就是将近100万美金。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很简单，假设你把每天省下来的那4.5块美金，把它投到一个年化报酬率只有5%的投资账户里面，然后就这样放着，持续40年。而且你要知道哦，5%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报酬率了。很多像是指数型基金的长期表现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好，现在我们来看这张图，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更进阶的玩法，那就是复利再加上税务优惠的力量。你看哦，这条白色的线，它代表的是那种可以延后缴税的退休金账户，30年之后资产累积超过170万美金。然后你再看下面这条灰色的线，它代表的是一般的投资账户，每年都要缴税，结果最后只有66万美金。哇，这中间的差距将近3倍所以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选对理财工具真的能让你的钱涨得更快更多。所以啦，重点来了哦，作者要强调的并不是叫你从今天开始就戒掉咖啡，然后去过那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不是的。拿铁因子它其实只是一个比喻，
真正的关键是你要去找出那个专属于你自己的拿铁因子，可能是那些你每天花掉但其实没什么感觉的小钱，然后把这些钱重新导向到你那个富有的未来。好吧，那说到理财，我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编预算，对吧？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3个迷思，可能会让你大大的松一口气哦，那就是为什么编预算其实注定会失败。老实说，如果你曾经试过要编预算，但是最后总是半途而废，拜托你千万不要自责。书里说得很明白，这真的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你想想看嘛，编预算它就像在节食一样，充满了各种限制，还有那种被剥夺的感觉，这完全就是违反我们喜欢享受的天性啊！这样怎么可能持久呢？对不对？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的对比，就一目了然了。你看左边这个编预算，它就像是你每天都在推一颗超大的石头上山，你得靠着无比强大的意志力去对抗所有消费的诱惑，超级痛苦。但你再看右边这个自动化，它就像是你设定好一个自动驾驶系统，这个系统会在你好手好脚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就自动把钱开到你的储蓄账户去了。你呢，你只需要躺着享受成果就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靠意志力注定失败，而靠系统却能这么轻松的成功。好，既然我们已经把这3个大迷思都破解了，那问题来了，到底该怎么做呢？别担心，书里面提出了解决方案。我跟你说，简单到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整本书最核心的策略，真的就只有3个超级简单的步骤。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叫做先支付给你自己。你一定要记住，每次领到薪水，第一笔钱不是拿去缴账单，也不是拿去消费，而是要付给未来的你。好，第2步，把这个动作自动化，去银行设定好定期转账，让系统来帮你执行，你完全不用靠自己的意志力。再来第3步，相信复利。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让时间和复利为你工作，真的就是这么简单。那看完今天的分享，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想你自己的拿铁因子到底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杯手摇饮，一份下午茶点心，或者是一个你付了钱但根本没在看的影音平台订阅。嘿，现在就花1分钟把它找出来，然后开始行动吧。相信我，你的100万富翁之路就从这个小小的改变开始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请务必帮我按个喜欢，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最大的鼓励。也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们每周为你带来更多含金量满满的好书分享时，你才不会错过哦。好啦，我们下次见，拜拜。